家里最穷那年，我把自己卖给了一个瘸子。媒婆指着我说，胸大屁股圆，是个生儿子的料。顾夫人扔下3两银子，像买牲口一样带我回了府。进府前，我们签下契书，只要我生下儿子，就会赏我50两，放我归乡。我日夜伺候，终于10月怀胎，拼了半条命生下个带把的。6月18是那孩子的满月宴，他是顾府这一代第一个男丁。他爹又是曾经名动京华的顾三郎顾云，小家伙一出世便得了祖父顾大人赐名，被祖母带在身边亲自教养，满府喧闹，人人都在庆贺小公子的诞生，而我这个亲生母亲却连踏入宴厅的资格都没有。我虽是这小公子的生母，却既不是顾云的夫人，也不是他的妾，我只是顾夫人专程从蜀地买来给顾云生孩子的。按理给顾云这样的人做丫鬟，都轮不上我这般出身，可偏偏他年前随军南征，折了一双腿，从此困于轮椅，性情大变，不仅撵走了身边伺候多年的旧人，连那一桩门当户对、人人称羡的婚事也执意退了。顾夫人同他谈了很久，最后买了我进府。顾云需要一个后人，而我需要银子给我娘治病，算是一桩各取所需的交易。我都16了，早晚要嫁人生子，给谁生不是生？顾家还得这么多银子，只要我不贪心，拿了钱离开，往后买几亩薄田，说不定还能招个老实赘婿，安稳度日。所以我毫不犹豫地按了手印，同顾云约法3章，不多言，不贪念，不行诡诈事，只待孩儿落地，拿钱走人。算算日子，也到了该离开的时候。我坐在窗下，就着天光，抓紧缝制手里的小衣裳，想在离开前给孩子留一套亲手做的。往后无论我身在何方，都会日日祈求菩萨保佑他无病无灾，平平安安。那日天色已晚，顾云却突然来了我屋里。我怀胎7月后，便搬出了他住的听竹院，不再近身伺候。生孩子那天，几乎去了我半条命，他也未曾来看过我一眼。今天他却来了。三郎，我下意识想把做了一半的虎头帽藏到身后，拿过来。他声音没什么起伏，那顶圆头圆脑的虎头帽递到了他手中，他指尖抚过上面细密的针脚，忽然说：“你的绣活倒与旁人不同，这是蜀绣。”我低声答。顾云淡淡应了一声，随即轻身将那小帽凑近桌上的烛火。我想也没想就扑上去想抢回来，却被他一个冷冽的眼神定在原地。婉娘，好好养身子，别耍这些小聪明。他看着我，不要做无用功。那一刻，我想辩驳，话在舌尖滚了滚，又咽了回去。顾云他不希望小公子身边出现任何与我有关的东西，无论我出于何种心意，在他眼中大抵都是别有用心。于是我沉默下来，眼睁睁看着那顶耗尽心血的小帽在火中蜷缩焦黑，化为灰烬。然后我默默拿出那双同样做好的虎头鞋递给他，往后不会再做了。这双鞋顾云没再烧，他坐在我对面，昏黄烛光在他侧脸上跳动，半明半暗。我们相对无言，他似乎很习惯这种静默，待了许久，临走前才告诉我，父亲给他赐名顾晨，乳名叫安哥。那一夜，我在榻上辗转反侧，心里反复念着这2个名字。其实这孩子的到来并不容易。我刚入顾府时16岁，身子康健，可每月郎中请脉都摇头，汤药不知喝了多少。最后郎中心翼翼地说，问题恐怕出在三郎身上，他久卧病榻，精气亏损，难以令女子受孕。可顾云既不肯让大夫细诊，也不肯喝调理的汤药，他摔了满屋的瓷器摆件，眼眶通红，声音嘶哑如困兽。我这般废人再也站不起来了，连神医都束手无策。滚，都给我滚！那一刻，我忽然觉得他很可怜。他年少成名，诗篇传唱天下，甚至在蜀地乡间，我都听过他的才名。那样一个精才绝艳、骄傲入骨的人，怎能容忍旁人目睹他如此狼狈的模样？于是，在一片狼藉中，我蹲下身，双手轻轻按在他毫无知觉的腿上。不会的，三郎，我会帮你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终于，在所有人都不抱希望的第3年，顾云的腿有了微弱的知觉，而我有了身孕。第2日，我起了个大早，让人烧了满满几大桶热水，扪心自问，在顾府坐月子，嬷嬷和丫鬟们伺候的极为周到，不让我吹一丝风，不沾一点凉。出了月子，我痛痛快快沐浴洗漱，换上簇新的衣裳，去拜见顾夫人。远远的就听见顾夫人愉悦的笑声，夹杂着孩童咯咯的清脆笑声。听到那笑声，我的脚步骤然沉重。生安个时万分艰难，隐约听到孩子哭声，产婆们欢喜地说生了，是个小公子，我便立即昏死过去。醒来时，孩子早已被抱到顾夫人身边。原来他的笑声是这样的，我知道只要我此刻走进去，顾夫人会立刻让人把孩子抱走，所以我走得极慢，直到听见另一道陌生的女声响起，安哥瞧着和云哥哥一样聪慧呢。只是夫人，那个女子您打算如何处置？依我看，还是去母留子，永绝后患才好。那个女子指的应该是我。我脚步瞬间停住，听到顾夫人语气冷淡的回应，原本想着给些银钱打发得远远的，不过英娘，你如今还愿意嫁给三郎，那便是他的主母，是安哥的母亲，是杀是卖，自然由你做主。我本是来磕头谢恩，领了银子离开的，此刻却不敢进去了。我借口忘了带给顾夫人绣的抹额，转身匆匆往听主院去。英娘，原来是她，这个名字我早有耳闻。那是第一次与顾云同房后，夜里我伏在她身上，肩背满是青紫痕迹，她却用手蒙住了我的眼睛。意乱情迷间，我听见她口中溢出一声低唤，英娘。后来我才知晓，
那是顾云曾经的未婚妻，与他门当户对，青梅竹马。若非顾云断了腿，他们早该成婚了。是顾云自己不愿拖累他，狠心退了婚。如今顾云心境渐开，双腿若能坚持治疗，有望如常行走。他又得了子嗣，与英娘再续前缘，自是顺理成章。我只能赌顾云人品端方，愿意给我留一条活路。于是，在听竹院，我跪在顾云面前。3年前，我与三郎签下契书，言明若我生下孩子，便赠我50两银，送我离开。此话可还作数？作数。如今我身子已养好，请三郎兑现诺言。我跪的膝盖都有些发疼，仍听不到顾云的允诺。抬头撞进他一双神色复杂的眼眸里，他指尖轻叩石桌。婉娘，你可曾想过留下？我能给你的远不止50两，这与我根本无需选择。不必了。我的回答显然非他所愿。他蹙起眉头，抬手指住我后面的话，目光疏淡。婉娘，你回去再想想，不必急于一时。顾家不是你想来便来，想走便走之地。若此刻离开，往后便再难踏入了。其实我想得很清楚，银子到手才是自己的。顾云许诺的再多，也得有命花才行。可他接着说道，你还未见过安哥吧？他人如其名，长得圆润可爱。过几日我安排你们见一面，你当真舍得下他？我猛地抬头看向顾云，眼泪毫无预兆地滚落下来。3年前按下手印时，我以为顾家是怕我贪图富贵，才在契书中明言，若赖着不走，便发卖远乡。直到怀胎10月，9死1生产下孩子，我才真正明白何为母子连心。这个从我腹中孕育的小生命，让我吃了那么多苦头。我无数次在梦中描绘他的模样，想亲耳听他唤我一声娘亲，想看他读书习字，想见证他长大成人，想必会像他父亲一般俊朗吧。明知皆是奢望，但当顾云提出可安排我见安哥一面时，我的心还是动了。可英娘的话言犹在耳，我问顾云，若有人欲去母留子，我当如何？他沉吟片刻，我来处置。于是我向顾云叩首，三郎恩德，婉娘永世不忘，结草衔环，一难报万一。顾云唇角微弯，放下手中书卷，回去等着吧。顾云向来言出必践，但这回他失信了。我没等来与安哥相见，却在次日等来了英娘。他来时，我正在收拾行装。顾家富贵，给我的衣裳料子都是好的，全带出去。往后若度日艰难，还能典当换钱。你就是林婉娘？是。英娘是典型的江南女子，嗓音如出谷黄莺，说出的话却不太动听。她上下打量我，下颌微扬。婉娘，其实我早想见你了，只是不得空。原以为是什么天仙般的人物，能在阿云身边待3年，还为他生下儿子。听说你原是良家子，这般自甘下贱，莫非毫无自尊可言？我仰头看他，直视他眼中毫不掩饰的嫌恶。谢姑娘，我并非赖在三郎身边，当年与顾家签的是契书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不过是一场交易。英娘嗤笑，不是赖，那你为何生下孩子，拖延至今不走，还蛊惑阿云去向夫人讨要你的身契？若非想长居顾家，何必多此一举？英娘来者不善，想起她之前在顾夫人面前的话，我心中隐有悔意，若昨日直接离开便好了。谢姑娘，我不知三郎此举何意，今日收拾行装，本就是准备离开的，你大可放心。英娘根本不听我言，她挥挥手，2个侍女便上前扭住我双臂，她则取出一个碧绿小瓶，逼近我，掐住我的下颌。婉娘，莫怨我心狠，只有你死了，大家方能安心。婉娘，莫怨我心狠，只有你死了，大家方能安心。我猛地用头撞向英娘胳膊，她吃痛松手，瓷瓶坠地，摔得粉碎。我也趁机挣脱前置，反手给了那2个婢女一人一记耳光。顾云赶到时，我正以一敌3，发髻散了，脸上好几道挠痕，衣领被扯开，腿上肚子上挨了几脚，连鞋子也掉了一只。他却只淡淡扫我一眼，便紧张地检视英娘。他粗笨不懂规矩，英娘，你可有伤到？无碍。英娘仰脸对顾云笑，阿云，我都17了，哪那么容易受伤？只是你我2家重新一亲，我想来见见安哥的生母，是我的丫头护主心切，才闹成这样。你别生我的气，好不好？顾云抬手揉了揉他的发顶，轻叹，你啊，我何时真与你生气过？是我未曾管教好他。他的目光终于落回我脸上。婉娘，道歉，我做错了什么？需要向英娘道歉？无非是我不想死。三郎，昨日我问你，若有人欲去母留子，我当如何？你说你来处置，这便是你的处置吗？谢姑娘欲取我性命，难道要我束手就擒，引颈就戮？顾云抿紧嘴唇，英娘性子良善，自幼连蚂蚁都不忍踩死，岂会对你动辄打杀？婉娘，是我往日太过纵你，竟让你恃宠而骄，贪污贵客。我站在原地，脚下就是碎瓷片，瓶中液体流出，连旁边的草叶都瞬间枯黄。可顾云仿佛视而不见。人人都说顾三郎明察秋毫，在他眼中没有秘密，所以我明白，再争辩已是徒劳。他们才是一类人，他们是主子，主子的生杀予夺皆是恩赏，而我这等卑贱之人，怎能反咬主子，污他清明？于是我跪地叩首，是婉娘不知分寸，贪污谢姑娘，请三郎责罚。这是最终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顾云命我回房思过，禁足3月，可我1日也不想多留。当晚顾云来看我时，我再次提起契约之事。他坐于我面前，不疾不徐地从袖中取出一罐药膏，卷起我的袖子，
为我涂抹。这次他没再用安哥挽留，只抬眸问我：婉娘，外面世道纷乱，你一介弱女子，能去往何处？留在顾家，留在我身边，不好吗？顾云的话在我听来有些嗡嗡作响，可是三郎契书中分明写着，你说这个？顾云从袖中取出我们当年签下的契书，2页薄纸被他指尖夹着，凑近烛火，缓缓点燃，化为灰烬。婉娘，如今再无契书约束了，你大可安心。我仰头望着他，心头像有火在烧。那往后呢？听闻谢姑娘正与你一亲，待新夫人入门，我又该如何自处？顾云并无迟疑，他抬手，指尖沾着冰凉的药膏，抚上我脸上的抓痕。今日只是误会，阴娘并非不能容忍，往后你莫与他争，莫与他闹，他不会为难于你。那冰凉的触感一如我此刻的心。我朝顾云缓缓眨了眨眼，指甲几乎掐进掌心。他并非一无所知，只是我的生死荣辱在顾云眼中无足轻重。他腿脚渐愈，来日还要出仕为官，他将我留在身边，给我世人眼中的优渥，博得宽厚美名。若我福薄命短，又与他顾三郎有何干系？婉娘明白了。最后我对着顾云落下2行泪，只说安哥落地便被抱走，弥月之喜亦不得见，夜夜仿佛听见婴孩啼哭，求他让我尽快见孩子一面。顾云沉吟片刻，过2日母亲要去寺中上香，安哥留在家中，届时我让人带他来见你。我止住泪，应了下来。临走前，顾云忽然握住我的手腕，你搬走后，听竹院里甚是空寂，身子既已养好，便回来吧。这话说的实在没意思。顾家三郎开了口，什么样的美人得不到，怎会院中空寂？2日时光眨眼便过，因着禁足令，我足不出户，也没再琢磨着给安哥绣什么东西，反倒心情颇好的让人摘了凤仙花给我染指甲。顾夫人去上香那日，天光大好，顾云果然派人将安哥抱来了我院里。这是我第一次见他，他那样小，那样软，来时睡得正熟。听我轻唤了2声安哥，竟睁开眼，朝我咧开没牙的嘴笑了起来。那一刻，我的心软得一塌糊涂。我有千言万语想对他说，想紧紧抱住他，想给他哼我幼时娘亲哼唱的童谣，可最终我只是轻轻摸了摸他的小手，碰了碰他柔嫩的脸颊。孩子，对不起，娘生你一场，却无法看着你长大了，唯愿你此后无灾无难，平安顺遂。顾云的人将孩子抱走时，特意宽慰我，姑娘如今是三郎心尖上的人，等小公子大些，不愁没有团聚之日。姑娘若能在新夫人进门前再添一位小公子，地位便更稳固了。我笑了笑，未知一词。当晚，我衣着整齐地坐在岸边，小小的包袱放在身旁。虚时，门被叩响，顾夫人上香归来，要立刻见我。这几年，我见顾夫人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第一回是我被卖入顾府，她高高在上的审视我；第2回是郎中诊脉后，回禀顾云难以令女子受孕，她召见我，从腕上推下一只玉镯给我。婉娘，你是个好姑娘，三郎也肯听你几句，甚至愿随你出房门。你安心待在顾家，少不了你的吃穿，只一件事，你要好生照料三郎。如今是第3回，他面罩寒霜，见毕跪下。这3年来，顾家待你如何，你心中有数。你竟敢背着我私见安哥，莫非忘了当年契书的约定？我不惊不惧，隔着摇曳的烛火，抬头直视顾夫人。夫人明鉴，那契书早已被三郎当面焚毁。安哥也是他心疼我们母子分离，才允我相见。夫人为何不去问三郎，反倒来责问我这小小婢女？顾夫人气结，指着我，你真以为这顾家是三郎说了算吗？区区贱婢，便是打杀了，又能如何？夫人不怕母子离心，我脊背挺得笔直，三郎心中有我，想必夫人早已知晓。便是我当日冒犯了谢姑娘，她也只罚我禁足。夫人若杀我，难道不怕被三郎长久怨怼？不怕将来知晓真相的安哥记恨您吗？顾夫人冷静下来，俯视着我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恭恭敬敬向她磕了3个头。我知道夫人并非心狠之人，您重诺守信，婉娘一日不敢忘契书之约。如今三郎欲强留我，但我深知我不能留，只求夫人依照契书赐我50两白银，派人送我远走。至于三郎那边，便说我是私自逃走的吧。顾夫人凝视我许久，终是吐出一个好字，额外又给了我1张500两的银票。我没有推辞，尽数收下。在这个平静无波的夜里，我背着小包袱，踏上门外一辆不起眼的青布马车，离开了顾府。如今世道不太平，属地是回不去了。最终我在袁州落了脚。起初好些个夜晚，我总从梦中惊醒，生怕顾家人寻来。其实我也后怕，那夜能脱身，不过是利用了顾夫人的爱子之心。白日里见安哥时，我将指甲上未干的凤仙花枝悄悄蹭了些在他耳后。上香归来的顾夫人看到，定然勃然大怒，她绝不会允许任何人离间她与儿孙的感情，将我远远送走，把所有过错推到我身上。待顾云与阴娘成婚，谁还会记得一个林婉娘？万幸我终究是离开了顾家，还平白得了500两银票。我在闹市口买了处小宅院，又买了只大黄狗看家。邻里难免好奇，我一个年轻貌美的小妇人，为何独身在此落脚？我便编了些说辞。早年嫁了护妇于人家，奈何夫君病重去了，婆母嫌我克夫，将我赶了出来。如今婆家不容，娘家难回，
只得在此勉强谋生。街坊四邻的婆婆婶婶们多是心善之人，怜我身世坎坷，生计不易，有时砍了柴会分我一些，家里做了好吃的，得了稀罕物也常记挂着我，每日带着我做些绣活，贴补家用，日子便这般一天天安稳下来。偶尔若不是夜半梦回，仿佛听见孩童唤娘亲的声音，我几乎要忘记在顾府的那3年。直到有一天，林家王婆婆忽然要给我说媒，她说那人是个退伍的军汉，家里没个男人支撑，终归不是长久之计，问我愿不愿与他见一面。我本无心思再嫁，这世上除了自己疼自己，自己当自己的靠山，还能指望谁？但实在架不住婆婆整日唠叨，终是在她家中与那人见了一面。这一见，我却愣住了。那军汉空空荡荡的右边袖子挽了个结，或许盯着那空袖管太久，连王婆婆都暗地里戳我，我这才回神，慌忙道歉。她摆了摆完好的左手，不妨事，看2眼又看不坏。我姓陆，陆晴。陆晴说她是13年前去投的军，家里穷，小子多，为了口饱饭就去了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前阵子为了救一位贵人，被砍断了右臂，不能再留在军中，这才退了下来。不过也不亏，贵人赏了我一大笔钱，虽说断了右胳膊，但左手还好使，打铁砍柴这些粗活都能干。我就住在这附近，不管成不成，姑娘往后若有什么难处，尽管来找我陆晴。她如此坦诚，我倒不好再扭捏，那便多谢陆大哥了。陆晴笑了笑，谢来谢去多累，王婆婆都跟我说了，你一个人在这儿不容易，别怕开口。与陆晴见过这面，亲事便没了下文。婆婆又替我张罗了几回，可见了其他人，多半是图我手中有些积蓄，又贪我容貌。我只推说曾有个孩子流落在外，生他时坏了身子，再不能生育，往后还要去寻他。这般一说，便也没什么人再来纠缠了。巧的是，陆晴也一直未曾娶亲。入了冬，大雪封山，陆晴主动来敲我的门。她说上山时遇着野猪，衣上被树枝刮破了，问我能否帮忙缝补一下。这其实是有些逾越的请求，但我看着她手中那件破得不成样子的棉袄，再看看她空荡的袖管，还是点头应下了。作为回报，陆晴在我院里堆了小山似的柴火，这事麻烦姑娘了，柴火不值钱，用完只管告诉我，我再砍。夜里，我坐在灯下为她缝衣，忽然就想起了陆晴。她名字叫晴，听着刚直，内里却是个细致人。冬日柴薪紧缺，往年都是婆婆婶婶们允我一些省着用，她必是看出了我的窘迫，却不点破，偏用这样的方式来还人情。次日见到陆晴，我将不好的衣裳还她，认认真真又道了回谢。这次她没笑，而是看着我问，还有下回吗？我与陆晴，还有下回吗？望着她坦诚的目光，那句拒绝竟有些难以出口。我年华正好，若真遇上合适的人，为何不给自己一个机会？陆大哥，或许你还不知，我曾生过一个孩子，伤了身子，再不能生育了。陆晴目光深沉，我知道。婉娘，我听说你要寻他回来，正好我旧日袍泽遍布各地，托人打听，总比你一个人找要方便，这不该是你拒绝我的理由。我没再拒绝，却也没立刻应承他。陆晴并不气馁，我们仿佛有了默契。他上山打柴狩猎，我替他缝补浆洗，偶尔做了饭菜，也会送他一份。寒来暑往，转眼便是2个春秋。算算日子，我来袁州竟已5年了。24岁那年的春天，陆晴在院里帮我修补鸡窝，忽然说等成了亲，得把这鸡窝拆了，重新垒个结实好看的。我听着，随口接了句好啊。于是陆晴便开始张罗起我们的婚事。我原以为不过是选个吉日，请相熟的邻里吃顿饭，我搬去他那儿，或是他搬来我这儿，两人凑合着过日子便是。陆晴却不肯将就，婉娘，这事儿绝不能马虎，我恨不能敲锣打鼓，让所有人都知道我要娶你。你放心，一切有我。陆晴是个稳妥的，请了媒人下聘，买了红绸彩衣，寻了道长择选吉日。大婚前1日，我才知他还邀了几位军中旧友，他们走南闯北，或许能帮你打听孩子的下落。好啊，连我自己都快忘了当初随口编的谎，陆晴却还记得。一个谎言需用无数谎言来圆，我私下已想好应对之词，却万万没想到在婚仪前见到了顾云。陆大人，小公子。陆晴先我一步，向顾云行礼，他面露惊喜，显然没料到他们会来。被称作小公子的孩子从顾云身后走出，约莫5、6岁年纪，举止却已有小大人模样。他虚扶一下陆晴，当年陆百户为救家父，断此一臂，今日是您大喜之日，我与父亲特来恭贺，愿您与夫人安歌。话未说完，便被顾云打断。他看向父亲，而顾云的目光自我出现，便牢牢锁在我身上。他转动着拇指上的玉扳指，声音听不出喜怒。婉娘，还要躲到何时？故人重逢，不来见见吗？5年过去，顾云理应能站立行走才对，可他依旧坐在轮椅上，袍服下双腿形状干瘦，竟是未曾好好医治的模样。昔日主仆一别，不想还有再见之日。婉娘见过3公子。小公子，我脸认行礼。安哥侧身避过，他像个小大人般，请陆晴介意不说话，言有事相询。院中便只剩我与顾云，他凝视我许久，忽而冷笑：主仆。婉娘，在你心中，你我之间仅仅是主仆？我不解，当年顾夫人用3两银子买我入府，虽未签死契，
与顾家下人又有何区别？若非5年前你不告而别，我打断他，那又如何？若我一直留下，至多不过给你顾云做妾，妾通买卖，不过是任由主家打发，连生死都不能自主的玩意儿。顾云皱眉，有我在，无人能伤你。我只觉可笑。在顾府时，谢英几乎要了我的命，也未见他护我分毫。如今倒来说这大话，说到底，他只看他愿意看的，只信他愿意信的，何曾真正在意过他人死活？婉娘，我可不计较你私逃之过，此番是来接你回去。若你知错，日后仍会听主院伺候。安哥，他也一直念着你。不必了，我断然拒绝。我顾家可有亏待你之处？冬日的锦裘，夏日的冰盏，何曾短缺于你？你就甘愿在此清苦度日？还是你以为那陆晴是什么良人？我看着顾云，忽然笑了出来。三公子，我不愿回去，与陆晴无关。若我自幼长在顾家，或许会对你的垂青，对顾家的供养感恩戴德。可我不是，我长于乡野，没读过多少书，但我赤脚踩过田埂，张开手臂迎过山峰。我曾站在山顶，对着层峦叠嶂放声呼喊。我见过天地之广阔，山峦之巍峨，又怎能甘心困于一方宅院，做一个养人鼻息的下人？终日只见四四方方的天，于你而言，给我最好的衣食，我便该感激涕零。可你从未问过，这些是否我所需？话已至此，再无转圜余地。顾云唇线紧抿，最后问了一次：婉娘，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，你当真不要？不要了。我以为与顾云既已说开，只待明日成婚便是。但当夜，安哥敲开了我的房门，他容貌酷似其父，性子也像。小公子，换我安哥便好。我们同时开口，继而相视一笑。安哥不笑时，如顾云般清冷端雅，笑起来眉眼弯弯，竟隐约有我的影子。婉姑姑，你比父亲画上的模样还要好看，我一直想见你，未曾想，直至今日方能如愿。童言稚语，听得人鼻尖发酸。我轻声向他道歉，对不起。安哥上前一步，小手替我拭去颊边泪痕。婉姑姑没有对不起我，你生我一场，已是恩重。夫子说，女子先是为自己，方为母亲。何况父亲3年前已娶新妇，顾家并无甚可留恋。他叽叽喳喳，将顾家诸事一股脑道出。安哥周岁时，顾云本已能站立，后娶了谢英，却久无子嗣。谢英求子心切，在顾云身上用了虎狼之药，子嗣未得，反损了他根本。忽有一日，顾云腿疾复发，摔倒后便再未能站起。谢英因此失了顾云与顾夫人欢心，在府中日日垂泪，几次欲和离归家，皆被谢家送回。审一诊过，言除非4、5年前那般，有人日日陪着父亲针灸、按摩、服药，否则怕是难以康复。祖母这才想起了您。安哥年纪虽小，语气中却满是不平。我轻轻摸了摸他的头，当年我与你父与顾家不过是一场交易，契书既定，我照料他，助他治腿，皆是分内之事。你祖母、父亲待你亲厚，悉心教养，你无需为我抱屈。安哥点头，他望着我，眼圈忽地红了，将脸埋在我肩头。婉姑姑，他们都说你是贪财背信之人，我不信。我能换你一声娘亲吗？就一声。这夜最后，安哥说要带我去一个地方，去揭穿陆晴的真面目。明日即将成婚，我以为陆晴应在布置新房，不料安哥却带我去了另一条巷子。他让人在墙垣上凿了个小洞，能清晰望见隔壁院中陆晴就在那里。他斜倚榻上，怀中搂着个千娇百媚的女子。我亲耳听他对那女子说，婉娘却是好女子，可惜不能生养。女子不能生养，终是不美。先将她娶过门，待你有了身孕，我便为你赎身。婉娘心软重情，我多求求他，他会容下你和孩子的。霎时间，我脸色想必苍白如纸。安哥扶我坐下，往我手中塞了杯热茶。婉姑姑，是你父亲让你带我来的？他点头，我明白了。顾云终究不信我所言，在他想来，怎会有女子舍弃锦衣玉食，甘愿在穷乡僻壤受苦？必是心中有了依恋之人，才甘之如饴。他要让我亲见陆晴真面目，让我心灰意冷，而后他再如救世主般现身，带我回顾府，我便该对他感恩戴德。我站起身，拂了拂衣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，有劳三公子费心。最终这场婚事未能结成。大婚当日，我替陆晴为他那位相好赎了身，送他去了婚礼现场。无论陆晴是真心移情，还是迫于顾家权势，配合做这场戏给我看，他都不再是良人。顾家人当日便启程返京，而陆晴直到掀开红盖头，才知新娘换了人。深夜，他连喜服都未换，狂奔至我家，用力拍门。为何？陆晴，你既选择背叛，便该想到有今日。婉娘是心软重情，却非任人欺瞒愚弄。他这般高大的汉子，骤然失了力气，跌跪在地。可这些热闹与我又有何干系？陆晴怔怔望我，那你呢？我当着他的面合上了门扉，自然不会再嫁他。天地广阔，往后岁月绵长，我或许会收养几个伶俐孩童，或许会结识几位志趣相投的姐妹，或许会游历四方，看遍山河，并非定要将一生寄托于某个男子身上。